自从舔狗经济崩盘了之后，某隔壁书又推出了一款新的韭菜，那就是老派男友。什么叫老派男友？就是那种年纪不小，兜里有米，但是情商不高，甚至有点大男子主义，还爱讲大道理的男人。以前在隔壁呢，全是吐槽的帖子，对吧？但现在你们可以再去看一下，这部分群体简直就是捞金小美的香饽饽啊！就前段时间呢，我才接了一个兄弟的案子。那这个兄弟呢，他46岁，开纺织厂的，国内外生意都在做啊。他就是典型的那种老派男人，每天小茶一泡，就开始看新闻、看时政啊，既不看擦边视频，也不去商 K 夜店。他平时就干嘛？喜欢下点围棋、象棋，打打德州啊。他以前呢，其实也是结过一次婚的，但是为什么分开呢？就是因为他前妻觉得他这个人吧，有点太大男子主义了，跟他生活很没有意思，也就是说典真的直男啊。但是他今年遇到了一个小美，怎么说？就是这辈子啊，他就没见过那么懂他的女孩，简直就是完美的女神。虽然年纪上小了他10多岁，但是对他是又听话又温柔。他当时跟小美去讲道理啊，这些就算小美她听不懂啊，那个小美都会回他一句，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知道你一定是为我好的。那兄弟那么单纯的人，哪里经得住这种考验啊？老干部对吧？怎么能经得住这种小妹子的考验呢？他就觉得自己遇到真爱了。3个月的时间就给这个小美花了30多个，甚至还帮这个小美去做了独立的服装品牌，然后呢还给她提供了一辆奔驰来使用。但是为什么这个兄弟会来找我呢？说来有点难过。他有一次发朋友圈不小心拍到了他的小美啊，他的兄弟就直接告诉了他啊，你后面那个女孩我养过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小啊！其实这都还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小美之前告诉这个兄弟说，她之前一直在国外读书，才不久回国的啊，说自己没有怎么谈过恋爱，之前谈的恋爱都是什么牵牵手啊这种之类的啊。兄弟当时是非常痛苦的，他感觉自己被最亲近的人背刺了，他也实在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当时人已经陷进去了嘛啊，是真的是很喜欢的，所以他才找到我啊。所以我当时对他做的第一件事儿，一定是先提升他的一个两性认知，我先给他更新了一下现在的女孩子到底都是什么样的。现在女孩子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，市场是什么样的，对吧？那她最后呢，还是选择要继续相处。那我肯定就要去帮助她嘛，帮助她去纠正这个女孩子的思维，去引导这个女孩子走向正道，对不对？那这也是没有的办法的办法。但是按正当道理来说，其实像兄弟这种性格，以前那些捞金小美是完全看不上的啊，会觉得这是 old man， 对吧？那为什么现在风向标完全转换了？其实根源就是舔狗经济的崩盘以及男性的觉醒。第一，现在能够跟上互联网节奏的兄弟基本上都是有觉醒意识的，就像跟过我们1v1学习的那些兄弟啊，都知道在关系里去强调平等，去制造平衡，拒绝单方面的付出是非常重要的，不管你实力有多么的雄厚啊。所以大部分的小美是无法空手去套到白狼的。那第二，就是新派男友对小美他已经有抗体了，我说个不好听的，都有点魔怔了。就是看到一个长得很 OK 条件很 OK 的小美，他们是不敢随意去接触的，毕竟其实市面上小美本来就多，对不对啊？就算这个小美来主动对他了啊，非常主动，他都会害怕自己会被坑。所以在这种新派男友身上呢，这些捞金小美呢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。当然老派男人身上就不一样了，不冲浪不上网，也不知道什么叫打拳和拜金，虽然他们的思想比较 old， 可能还有点自大，但是这些老派男友是非常愿意给女人花钱的。如果老派兄弟们你们正在看我啊，你们自己可以反思，可以想一想，你是不是觉得给女人花点 money 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，对吧？甚至你会觉得只要他乖 OK 干买条街，是不是很传统的大男子汉思维？那像这样的一个市场啊，小灯呢实力不行，中灯呢防备心重，老灯呢自然成了新的出路啊。如果说各位感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搜一个词条叫做如何拿捏老灯，你会有惊喜啊，真的。当然焦哥说这些不是在批判这些小美，毕竟他们的情绪价值确实给的非常足，这也是他们的实力啊。你跟他们在一起，你确实能够得到非常多的好处，以及那种青春焕发的感觉。当然兄弟们，你们一定要学会分辨，你可以选择他，但是你不能对他的目的不知情，对他的过去不知情，以及你连领导他的能力都没有，那你怎么跟他相处？你有什么实力啊？就凭你那点对吧？不够的啊。他们有一个比较经典的特质是什么啊？就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，不管是长相还是条件都是非常完美的。你跟他们在一起就像皇帝一样，他随时都给你捧得高高兴兴的。你说你今天不想回去，对吧？他只会跟你撒个娇，闹闹小脾气，然后还是会放你出去，甚至会叮嘱你注意安全，少喝点。你不联系他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来主动找你，然后来给你撒娇，你甚至是眉头一皱，他就会问你，哎呀怎么了，不开心了吗？这种帝王般的体验是一场彻彻底底的梦幻泡影啊！他的目的呢，
就是满足你的虚荣心，满足你幻想中那个完美的女友形象，然后再去得到他所需要的好处。所以当你处在泡影中的时候，你就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？如果我要的就是这种极致的体验，那你就要在思维上去做出改变，你要去学会做带领方向带领的这种关系，知道吗？方向盘你得抓在自己的手里，你如果没有引导这种女人的能力，你最后人财两空都算好的了。但是如果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去带领，那交哥在这儿，对不对？随时砥砺。那再反过来说，你要的就是那种真真实实的感情，想要纯粹啊，想要一些真实的爱恨情仇的纠葛。OK， 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想去找人引导你或教你，那我就建议你及时换，靠你自己。难啊！不管你选择什么，你都得先保证你自己是不是得先拥有选择权，而不是被蒙在鼓里当那个蒙古人啊！焦哥永远都是那句话，强者永远都不会去干嘛学习什么情感经验、情感技巧，而是要先学会识人性、懂两性。我是焦哥，下期见。